大家好，我是爱拍视频的红苏。这个片子呢，就是用大疆刚刚发布的第一架 Air 3拍摄的。Air 系列的无人机真的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毕竟它的前代 Air 2S 是无人机史上的一代神机，当年可是以下犯上，狠狠背刺了自家的悦尔 Pro。我收到 Air 3之后呢，我就决定拿着它去一趟印尼旅行，实际体验一下它的各项性能。这次呢，我将结合我的这次旅行以及我这段时间的使用体验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实际使用起来到底怎么样。从外观上来看，你会发现它跟 Air 2S 除了这个翅膀颜色是一样的，其他完全都不一样。搭载了新的摄像头、新的电池。要我说 ，Air 3这一次更像是 Mavic 3 Pro 的浅色版本。这次搭载的2枚摄像头呢，分别是24毫米 f1.7 的广角主摄，以及70毫米 f2.8 的中长焦镜头。看来现在大疆无人机的发展趋势就是跟手机一毛一样，摄像头真的越来越多了。2枚摄像头呢都支持拍摄4800万像素的照片，主摄和3倍拍照的画质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支持拍摄4K 60帧10比特 D-Log-M 格式的视频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慢动作视频呢，终于可以拍摄4K 100帧了。这对于用航拍拍摄有快速移动物体的时候，比如像拍车或者拍骑马什么的，后期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。至于传感器呢，那这一次 Air 3的2枚镜头都采用了1.1/3英寸的 CMOS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参数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点小失落的。那因为相比 Air 2S 来说，它的 CMOS 小了一点。大疆这波难道是反向更新？当我拿着 Air 3和 Air 2S 出门飞对比它们的时候呢，两者都使用4K 30帧的视频格式进行拍摄，在大白天距离建筑物差不多相同距离的位置下起飞。相比之下 ，Air 3整体的光学素质是要优于 Air 2S 的。Air 2S 的边缘画质呢有一点点紫边。那因为 Air 3和 Air 2S 的这个主摄的焦距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们的画质呢我就不多做对比了，大家可以自己感觉一下。在夜景拍摄上呢，因为 Air 3有一个专门的夜景拍摄模式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它夜晚的表现如何。大疆的说法是 ，Air 3的传感器呢是利用了更新的堆栈式技术，而且调教上呢做得更好，所以整体画质的表现有不少的提升。接下来就是这一次我最喜欢的更新，就是这枚新增的70毫米中长焦镜头。之前我在飞御3 Pro 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枚摄像头，因为它的实用性真的超高，很出片。现在呢，它也终于来到了 Air 3上。这段时间我也用它拍了不少素材，大家可以看看样片。它整体的画质表现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它的主要用途呢，其实就是在航拍的时候拍摄这种压缩背景，让主体更加突出的画面。一般就是用广角拍完全景过后呢，我会用这个3倍中长焦补一个特写一点的镜头。就比如这一次我们在印尼的塞武瀑布拍摄的时候，我想要拍摄这种压缩背景突出人物的镜头，就用到了它。而且没想到这个镜头现在还绝版了，因为据说那里现在发生了泥石流，这个石头已经没了，现在想拍还拍不到了。除此之外呢，避障也是 Air 3这一次的一个重要更新。Air 2S 之前被诟病最多的就是没有左右避障，现在 Air 3也补全了。它跟 Mavic 3 Pro 的避障现在是差不多的，都是用的这种鱼眼镜头。这个镜头视角很广，前后左右的视野都能够覆盖掉，结合下视避障呢，就实现了全面避障。所以现在搭配焦点跟随功能，让无人机跟随你拍摄的时候就安心许多。当然，这一次有全面避障后，大视镜头和一键短片也终于可以摆脱一键炸机的这个称号了。对于不会运机的新手来说呢，当然更加友好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飞行的安全不能全靠避障，还得靠我们自己多多观察环境。至于功能点上呢 ，Air 3也加入了一些专业的航拍功能，比如我最喜欢的航点飞行，它是实现这种日转夜转场的关键。它的原理其实就是你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呢，确定好这个飞行的路径，无人机就会记住你的这条飞行的路径，你只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来飞，后期剪辑一下就完成了。
我前段时间拿它出去飞的时候呢，还刚好赶上了重庆一年都难得一遇的晚霞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拍摄的这些素材。续航方面 ，Air 3这一次采用了新的电池，设计跟 Mavic 3 Pro 有一点点类似，但容量提高到了4200多毫安，所以理所当然，它的续航提高到了46分钟。那这个电池的重量呢，当然也有所提高，为264克。它实际的飞行时间就跟 Mavic 3 Pro 差不多，因为我当时飞完了一个15分钟的延时，它还有60%几的电，这样折算下来应该能飞35到40分钟左右。那如果你飞过 Air 2S， 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续航真的是一个质的提升，因为 Air 2S 飞一个延时基本上就要换电池了。说到电池呢，这一次还有个电池上我觉得特别屌的一个功能，就是一个电池的充电管家，它新增了一个叫做快速充电的功能，我愿称它为吸星大法。简单的说，你畅飞套装的3块电池都飞完了过后，你把它插在这个充电管架上，然后就可以将3块电池中的剩余电量转换到1块电池上。那飞过无人机的都知道，基本上我们飞完1块电池，在降落的时候，电池里面应该还会有10几的电，因为你不可能飞到还有几吧。那么如果我们3块电池都还有10几的电呢，那我们凑在一起用这个功能，又是半块电池了。这一次 Air 3另外一个重要的更新呢，就是升级了图传，搭载了大疆最新的O4图传。官方宣称最远图传信号可以达到20千米，这个我在对比 Air S 飞行的时候呢，确实有感觉到 Air 3的信号要好很多。这次我拿到的这个版本呢，配置了一个新的遥控器 DJI RC2，外观上比1代多了2根天线，这也可能是信号更好的原因之一。RC2呢，这一次应该是用了新的芯片，因为里面的这个功能切换起来呢，比1代以及普控要流畅不少，而且它也升级了屏幕，现在图传的画质呢提高到了1080p 60帧，4G 模块当然也更新了，现在叫做4G 增强图传模块，就这么小一块。Air 3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空间来容纳它。就是在这个下面，拧开螺丝就能够把这个模块放进去，终于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得买一个套子挂在外面了。不过这个4G 模块呢，肯定是要单独购买的。最后是购买建议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种同感啊。Air 3在我看来可能叫玉3才更合适，虽然没有了7倍长焦，但有实用性更强的3倍。主摄的传感器呢，虽然是1.1/3英寸，但是画质上呢却没有跟 Air 2S 或者玉3拉开差距。它的价格呢比之前 Air 2S 的发售价贵了几百，但是它的提升确实是足够大的。那它更适合哪些用户呢？那如果你是想要一个有全面避障且拍照和视频功能都很强的无人机，那么 Air 3就是这个价位下最好的。其次呢，是对 Mavic 3 Pro 上的这个3倍中长焦镜头眼馋的，但是已经有 Mavic 3或者其他无人机的比较专业的用户，因为 Air 3的2倍镜头的画质呢，在我看来用于摄影甚至商业都是足够的，所以用来当辅机也是很好的。最后呢，就是像我一样喜欢旅拍、喜欢创作的摄影师 ，Air 3这次呢也有 D-Log-M、HLG 以及4K 100帧的加入呢，也让它后期的可玩性变得更高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就给咱一键3连支持一下吧。我是爱拍视频的红素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